在我职业生涯里面碰到最困难或者是说比较难打的一个球，很难解决的一个球，就是说对方弧圈球拉过来特别转的时候，这是一个点。第二点就是加上他们转了以后，还有一些就是节奏变化。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克小，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林正杰，我们今天一起来完成这个视频。大家好，我叫林正杰，今天很高兴跟安教练一起拍这个视频。我以前是在新加坡国家队打球的，然后反手颗粒。今天我们拍一个视频，就主要说围绕着说反手处理球的一个方法。其实在我职业生涯里面碰到最困难或者是说比较难打的一个球，很难解决的一个球，就是说对方弧圈球拉过来特别转的时候，这是一个点。第二点就是加上他们转了以后，还有一些就是节奏变化，偶尔特别长，然后有些就转高，这些调整的话都会让我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框架去就是有一点散掉，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说比较难去控制那个球。所以这种球有时候转，我那个点一掌握不好，球就容易飞掉或者容易下网。可以的话，最主要还是先保持我们的那个点击球点是在第一跳然后接，这样子的话，至少能保证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框架保持住。然后还有就是说，把那个球啊守在我们的手里面，相当于把它吸住，不会就是说吃对方的旋转。之前我在打职业的时候碰到这样的反手升交或者是短交的这些选手的话，我觉得我以我个人的这种经验来说，就是说以节奏以旋转去克服他们。然后一般如果他们这种打法的风格速度比较快，相对旋转就比较弱，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跟他打速度的话，我们就发挥不出我们反交的这个优势。所以说跟这种带颗粒的打的时候，我一般是通常往后退一点，然后打点节奏，拉转，因为在你拉转的时候，你会有弧线高、弧线低，这不用担心，因为他在找球的时候他会动，他在动的时候他就容易失误。然后所以说我们一般碰到这样的选手，我们都会去拉高，先拉稳，先拉转，然后有机会再发力。这种时候，我先拉转，并且拉转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些落点的变化，你不能只是单纯的在反手，你可以在中间，然后再回反手，然后到正手再回反手。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困难就很大了。拉着，我再发力。所以说，打这种颗粒球的时候，颗粒交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一个旋转，第二就是节奏，不需要出现什么力量大呀，或者是速度多快啊，不需要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反手升交或者短交的一些特点。第一个，它不像反交，没有旋转，所以我们要以速度还有力量为中心。最主要的一个点是击球点要早，如果击球点一晚的话，我们的那个反手的动作就做不出来，然后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威胁。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用反手升交或短颗粒的时候，我们的范围特别小，就不能在身体以外，所以我们的步伐还有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稳定性特别重要。还有就是说最后一个点，我们尽量不要去用到太多的手腕，前臂为主，然后大臂放松，把球用前臂去把它引出去。林教练，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很多球友打球的时候，他用这个颗粒胶，他的拍型，他有的时候在击球这个时间或击球点，它不固定，它不稳定，那这个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我们打颗粒的话，
尽量把我们的板型稍微亮开一点，因为它不像反胶你能加摩擦，这个颗粒你一加摩擦的话呢，球就很容易下网。所以呢，我们尽量把我们的球拍稍微亮开一点。然后击球的话，击球在我们的球的正方，然后再把那球往下打。所以这个是我们最主要，前面先把我们的那个手腕先锁死，把球击到后面后，最后一下再往下压或者往下收，这样子的话，那球才会往下走。接下来就是说接发球，防守颗粒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除了速度跟力量以外，就是接发球，尤其短球的控制，就特别容易控制。所以接下来我们往下看，有3个处理方式。就第一个摆短，就对方发下旋球短的，我们很容易去把这球摆短。第2个方式是说可以劈长，然后如果对方发的旋转不是特别强，或者说发了一个上旋球，我们还有一个处理方式就是防守挑。好，我们先说摆短。摆短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去判断那个球的落点，然后我们要用我们右脚去找那个球，尽量至少在球的后面。很多打球的朋友都会这样说：我用手去伸去找球，这样子的话不利于你对那球的控制。如果能再做的多一点的话也没有关系，就至少要在球的后面。这样子的话，你对球的控制会稍微比较好一点。然后摆短的要点呢，第一个就是击球点，必须在那个球一跳起来就碰球。如果在球等一下的话，会容易吃旋转。然后最后一个点就是说，用我们的身体去把球压下来，这样子的话，我们能保持那个球的那个弧线能低，要不然的话，球一高的话，人家容易去挑我们。对，所以你看，我一上去的时候，尽量我会把我的身体往下压。第一个用脚找球，第2个击球点，第3个身体往下压。这样子的话会保持我们的球短，然后又不会冒高。当我们把这个摆短处理好以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点去戳长。这样子的话会保证我们有一个突然性，让对方不知道我们是要去摆一个短，或者是劈长。这样的话，他们的出手的那个方式就会稍微差一点。这球我会扑长，用同样的点去接这个球，短的，这样有一些变化。当我们把那个击球点找好以后，我们想要把那球接得更短，有些人就说哦，那个球击球点找到了，但是偶尔球还会出台。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个感觉找到以后，我们再加一个点，就是尽量把球吃在球板上稍微吃一点点，就让它稍微带点摩擦。这样子的话呢，球才会往后滚。好，现在一球找到那个摩擦的点，然后再用身体把球往下压一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翻手挑这个接发球的处理方式。跟之前的摆短劈长的那个步伐是相同的，主要不一样的点在于说接发球的击球点。摆短的时候我们是起跳点就接了，但是挑球的话，我们要等到球跳到最高点往下落的那一刻，我们去挑，就尽量不要太早，太早的话自己找不到那个点。然后呢，动作呢就是跟我们之前打的那个反手对攻的那个动作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一个缩小版，因为我们已经在球台内了嘛，对吧？这样子的话，那个弧线已经非常短了，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弧线弄得更短，这样子的话呢，球才不会出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在接发球的时候，这个防守挑不要追求于力量，因为这里给我们的那个范围已经不是特别大了，然后想要把动作做大，然后再去发力的话，确实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先保证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落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速度，先要专注于这2个点，然后后面我们再来加力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反手颗粒的一些短板吧，就是相对于跟反手滑面或者反脚来比的话，我们的威胁下旋球拉的威胁稍微差一点，旋转低，然后速度也稍微慢一点。我现在会告诉大家有2种处理方式，就是能把这个反手下旋球拉起来或者弹起来。我们现在说的第一个是拉球，它不像反脚那么大的一个动作，虽然说它也有旋转，但是它旋转并不强，然后速度也并不快。最主要的点是一样的，跟我们摆的那个点一样，起跳点。球起跳点的时候，那个球不是特别的转，所以我们可以把球带点摩擦拉起来。然后这个想要反手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不能去拉手，然后手腕还是一样要固定住，只是做回一下，这样特别重要。对，球一跳，我们就能带点摩擦往上拉一点。这个的话是我们可以首先练的，它保证我们一个命中率，然后上台的那个几率也高一点。虽然说那个质量低吧，但是有时候你把摩擦加足了，球也会有点飘。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一个最想要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可以从这个先练起来。那下一个我们就说一下反手弹，或者我们所说的击球。这样子的话，虽然旋转会降下来，或者是没有旋转，但是质量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威胁也比较大一点。然后这个相对于我们之前刚刚练的那个拉球，不同的点在于说那个击球点。这个的话，稍微在那个球一样最高点往下掉一点的时候击球，然后板型亮开，打那个球的后下部。然后一样到最后一下把那个手腕收起来，然后把球往下打。然后这个球的话，就得必须打得特别实，然后也要打得特别的短。你一稍微拖的话，那个球也很容易飞掉。然后如果前面打不上没有关系，但是尽量先把那个底板打透，把那个响亮的声音先打出来。今天我们邀请的重量级嘉宾林正杰教练讲了针对反手的短胶的这种颗粒胶的这种挑啊、接发球啊、摆啊、劈啊，包括下旋的拉，包括相持当中一些找位置脚下的，包括击球时间的一些讲解，非常的专业非常有针对性的。所以说，如果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或者球友不了解的，或者是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更多的交流，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留言，好吧？谢谢，希望大家一直支持我、关注我，1键3连，谢谢你。我靠！